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，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，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。你跑得了吗？你媳妇儿跑得了吗？你媳妇儿帮人抢矿，那案子是你办的，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？你这点事你跟专案组说了吗？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，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弹库证啊？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？你隐瞒什么呢？你顾忌什么呢？你可千万不能说呀！这个家怎么办？还死不办？琪琪还小，这个家不能散呀！那我要不说，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，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？官做的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能喝酒吗？因为你是政法干警，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，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询问，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，被当作犯罪嫌疑人。我能喝口酒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，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间。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。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，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，你怎么证明？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，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？李仁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，他都会觉得这事就是你干的，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。眼看事情败露了，你不得不杀他灭口。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？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？你怎么向组织解释？能喝口酒吗？能啊，还是不能啊？随便你去找找。后备箱。其实作为一名政法干警，我心里很清楚。首先，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。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，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？可是，太难了。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？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，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，我能坦白，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。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，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，请你继续相信司法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、陈有才、钱波、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、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，暴力威胁、贿买他人作伪证，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。同志们，立刻行动！
不见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东平的事儿，现在查到这个地步，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。按照现在这个趋势，下一个该是谁，心里都应该有数。小龙啊，要不你出去躲躲，这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不能走，你不走。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？新疆人，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我要有事儿，你看你脱得了干系吗？杜迪，你就是颗老鼠屎。跟谁说话呢？你要没个当官的爹，你是个屁呀！你有资格坐在这跟我吃饭吗？我分分钟弄死你！对呀！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，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，你当我真不知道啊？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，我才认识你们呢。拿点钱花花。真没钱。手机呢？我真没带。给我翻翻。我真没带。滚开！滚开！干啥？我说你小子不老实，给他长长记性。干啥呢？我欺负人呢？跟你没关系啊！赶紧的滚啊！让谁滚你呢？啊？让谁滚的？我就赶紧滚！给我干家！走！看啥看？走，赶紧回家！谢谢。你叫啥呀？江南，请我们吃饭呗。行啊。我跟你说，以后有事儿找龙哥。这是18岁了，可以不停喝酒了。今晚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漂亮，太牛了吧！哎呀，哎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给我的，你看，那还能送谁呢？一点小意思。你是我亲叔。哎呀，来，请上车。祝小远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玩那些花样是吗？哎，我就想问问他，没有我爹。能有你们今天，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跟我吃饭？够了！还嫌事情不够乱吗？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，不清楚吗？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！老师，我再说一遍。我不走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。哎，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？麻烦你提前告诉我，好吧？我好做好准备。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，还有个姐夫呢，那也得他听我的呀。关我屁事儿啊！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。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。你真当专案组是我这开的？这月神跟洛神都是许正清想要的，两者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才对。是啊，月神、洛神这俩大神真够神的。相传他是春秋时期的宝玉打磨成的，之后又由宫廷大将改成了吊坠，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丢失的。
哎，你想啊，月神和洛神都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遗失到民间的。丢的那些？哦，这就是遗落的那批东西里的一个吧？那天晚上，虽然我扒着门缝，但我听得清清楚楚。老头说，当年这批文物啊，是几个军阀头子多年搜刮的绝世珍品。为了躲避战乱，分3路运往蜀地。其中一路呢，说是南迁，其实是先往北行，从徐州到西安，再从宝鸡入川。原计划是这样，可是当年时局动乱，去往蜀地又路途遥远，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不得不时常改变。其中一支几10人的队伍与大部队走散了。这一队中既有国民党军官，又有管理文物的学者，还有一些专门用来应对沿途毛贼山匪的江湖人士。我师公庄鹤亭就在其中。日本人知道了护送这批文物的行动，出动各方势力，企图截获这批文物，甚至还出动了侦察机。队伍行踪暴露了，继续带着这批文物是无法突破封锁的。为了不让文物落到日寇手中，领队的军官决定将文物藏到一处天然的洞穴里，让文物专家在月神和洛神上做了位置的标记，以便在战争结束以后能够找回山洞里的其他文物。为什么记号要留在这2样宝贝上呢？让人记下来，或者写在纸上不就行了吗？那是战争年代，随时都会掉脑袋的。写在纸上也容易损毁，把位置信息拆开，分别标记在这2样东西上。一是隐蔽，一般人轻易不会看破上边的标记；二是它们本来就是文物，哪怕落在敌军手里，也能保存下来。可这2样宝贝不会有损伤吗？怎么可能会伤着？那些人可都是行家。再说，那庄老头虽然没明说，但是我估摸着，这2样东西的价值加起来，都远远比不上埋藏起来的那批文物。这就叫舍小保大。之后炸塌洞口，将文物隐藏。
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考虑，军官决定这2样东西由2队人分别带走。月神交给了一位文物专家，洛神便交给了庄鹤亭，并叮嘱他们突围后在约定的地点见面。在沿途中，庄鹤亭看到随行人员为了保护这批文物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侥幸的活下来。当他赶到约定地点，另一队人却始终没能出现，至此月神下落不明，他背后隐藏的信息也无人提及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当年护送月神的人没能突围，全军覆没了。仪式，你说这个数字它会不会是位置的位置坐标啊？我明白了，罗队。要想把棋局上这些棋子转化为数字，可以用直角坐标来代替。中心点不是从天元出发，而是从左上角这个地方开始算。横轴跟纵轴分别是1到19。而这4颗多出来的棋子分别就是24、28、33和38。但是等会儿，但是你这4个数字凭什么他在前他在后？如果是打碎了重新来的话，这个排列组合有多少种？也是。顺序搞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入府铮正，党旗从宽。能屈则屈，可立则立。成形已非，安定必有。时间虚阵，开合得失。讲乱了啊！棋子落子的顺序不同，结果就不同。想要死中求和，这是唯一的解法。文杰，月神之泪上的数字和你现在算出来的数字合在一起，会不会就是经度和纬度？这要变成东经和北，我成东经和北纬，我成东经和北纬。
冷湖镇雅丹魔鬼场。表哥啊，其实您以师伯的身份接近庄文杰，取得信任，再慢慢套话，不也可以得到这个秘密吗？干嘛这么费劲啊？哎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庄文杰他爸庄耀柏是因为洛神而死的。我贸然出现，再拿出和他爸一起失踪的洛神图，我怎么解释得清楚呢？一旦他怀疑我的身份和目的，有了闪失，他再学他爸接着糊弄我，我这辈子就再也别想得到这个秘密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只有这么做，才能让庄文杰主动说出这个秘密。是啊，老天爷帮我呀！阴差阳错，他庄文杰撞枪口上了。红姐他们的行动，不光让我除掉了多年的对手，还让我顺利的接近了他。哎，租车公司吗？不是下午3点到吗？怎么没见车影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司机啊是个新手，他应该快到了，您稍等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没到无人区，人就不见了。抱歉，您稍等啊，应该快到了。嘿嘿，二老板到哪儿啊？没车咱也有骆驼。去。哎，这是吧？行，赶紧装车吧。啊。车票拿去啊！哥不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干什么去？别动！哥，哎呀！我们根据庄文杰提供的线索啊，成功的抓获了洛神案、廖德同金库被盗案，还有月神之类盗窃案的主谋许正清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呀，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批民国时期失落的南迁文物。这回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的罗坚大队长那是立了大功了。我们也得感谢省厅的苏英同志，还有其他同事的鼎力相助。报告！有个情况，这次庄文杰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啊，走点弯路，是受了这个徐正清的蛊惑，但是后来呢，积极配合咱们警方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，所以咱们这边对这个是不是？行了，你就不用多说了，这些情况我们自然会考虑的嘛。这是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审讯徐正清和丁生活。明白。看看他们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案子。苏队长，这回怎么换成你了？这几天你们频繁的提审我，又问不出什么新问题，不累吗？许正清已经落网了。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认识他。没关系啊。那你要不要说说，12年前你是怎么害死庄文杰的母亲孟小雨的？这是许正清说的，他就胡说八道。刚刚不还说不认识吗？现在又认识了。
丁生活，别扛了，你都替他扛了12年了，你不累吗？老队长，既然你抓到了我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们所掌握的证据，我都认，包括谋杀庄文杰未遂。没了，能就这么点事儿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还给我安上什么罪？有个餐厅你去过吗？叫老味道餐厅，啊，改名了。12年前，这家餐厅叫好味道。也就是2007年6月9号下午3点11，你去没去过这家好味道餐厅？要不你抓紧时间吧，要不然你儿子就得去见他妈了。在张文杰学校附近的餐馆里，许正清用从他们家顺来的那张照片威胁庄耀白。怎么还是人吗？说是要对他儿子下手。庄耀白和姓许的发了火，但是他害怕庄文杰再出什么事儿，最后还是答应去偷洛神。许正清没有直接参与你们的行动，他永远都躲在我们后面最安全的地方，怂恿我们去冒险，说在后面接应。小雨。耀白，弟妹的事儿确实是个意外，我也没想到能搞成这个样子。你看，实在不行，那钱我再多给你追加100万。在偷东西的当天，许正清一直暗中盯着庄文杰，那是他威胁庄耀白，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。不承认，没关系，当天的监控都拍下来了，而且我们对监控视频都做了复原，经人指证，背对监控的那个人就是你。其实我还不是想问这件事啊，我想问的呀，是洛神丢的那天，也就是6月12号，你又去了一趟好味道附近，你在跟踪一个人，就是庄文杰。但是你跟来跟去发现不对劲，因为你也发现还有一个人在跟着你。我瞅那个半截袖，那个黑衬衫啊，你怎么不可能？跟你的那个人也是一个警察，叫方海忠，我认识，他是我刚当刑警的时候带我的师傅。你害了方海忠，你害死了我师傅。
站住！站住！你有证据吗？我们再说庄家老宅的事呗。罗队长，你这事儿不行，你又换另一样。你不用吓唬我。我当时搬进庄家老宅的时候，里边的东西我从来没动过。那犄角旮旯里放着什么？那也是庄耀柏当时他们留下来的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我得感谢你，我感谢你什么都没动过。嗨，这个老宅啊，2楼有间卧室，对吧？这个卧室呢，当初就是庄文杰的父母住的地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门一直锁着，你也不进去。你跟庄文杰说的什么呀？你说你害怕进去触景伤情，你到底害怕什么呢？徐正清啊，当初就是你亲手杀了孟小雨，对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是丁生火干的。就是丁生火，是丁生火用手绢捂住了孟小雨的嘴，但是丁生火也招了，这个手绢你给的。这个就是从2楼卧室找到的。我们在这个手绢上，不光找到了贝塔受体组织基，还找到了你的 DNA 组织。这不就是证据吗？再加上丁生火的供述，足以证明孟小雨，也就是庄文杰的妈妈，是你们2个人合谋杀死的。如果这些还不够，那你再跟我聊聊12年前庄文杰的父亲庄耀柏是怎么死的。2007年6月12日下午5点29分，就在这儿，我父亲驾车撞出栏杆，坠入江中。对于那起意外，我也很遗憾。你确定这是意外？庄文杰，别想着替你爸报仇了，没有用的。报仇？你是说我爸不是因为意外死的，他说我爸是被害死的，你怎么解释？我逼他去偷洛神，间接发生了那场意外。要说害死他，也说得通。
说得通吗？我查了12年前洛神的卷宗，不对劲的。你们看，当年我们警方一路追踪着，就在庄耀柏事故车的沿途找到了这个汽车泄漏的刹车油痕迹，而这个痕迹一直延续到阜成路。很可惜，我父亲开的车，整个车头在江中被撞毁，没有办法看到刹车油管的情况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就是一场意外。谁告诉你没有证据就是意外？没有实证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洛神案里还有第3个人，那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倒手的情况。但是自从我们知道了有第3个人的时候，就能确定洛神完成过交接。要完成交接，势必需要时间。而所有事情的关键都在于最早出现刹车油痕迹的阜成路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这儿没有摄像头，你拿什么证明刹车漏油跟我有关呢？你还嘴硬是吧？这条路上是没有监控探头，但是不代表这条路的南北口两端没有摄像头。我查了，根据庄耀柏的车进出这条路的时间，根据他的车速，能算出来，庄耀柏的车在这个位置至少停留了2分钟。在这2分钟里，洛神被转移，刹车油管遭到破坏。在这2分钟里，唯一有机会接触到庄耀柏的，只有拿到洛神的你，许正清。所以，12年前，庄耀柏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快出院了。还是年轻啊，身体素质好，恢复得快。哎，你们那个同学那个小林没过来看看你？你们俩进展怎么样？没什么进展。抓紧啊！说说小孙吧，他帮你搞的这个黑客技术这件事儿，我们已经严肃地批评过他了啊，能耐还得用到正道上。陆队，你们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许正清全招了，不光招了12年前洛神案的事情，而且还供认了害死你父亲的事实。师弟，辛苦了。老丁呢？啊，出了点意外，折在保险库里了。哦。洛神图呢？在后备箱。
哎，兄弟厉害啊！一出手就马到成功啊！这份情我会记着的。啊，以后呢，我只希望你离我和我家人越远越好。啊，这当然，我说话算数。这样和你，哇，你再帮我个忙，这车呢，你得开到这个临江路71号去，那是个旧的停车场，这车得在那儿毁掉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开去就行了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你父亲真的已经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他也早就知道了洛神背后的秘密，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许正清，而是要等到我的母亲被他们害死，还要冒险去偷洛神，最后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当初洛神案案发之前，我师父曾经收到过一张纸条，是有人向他报信。我现在分析呢，这个报信人就是你父亲。东西就在茶园金库，具体时间呢我会通知你。你别着急。我师父是警察，你父亲是跟我师父完全不一样的立场，但是他选择这么做，可能因为他当时有了家庭，特别是有了你，所以他下定决心想把自己重新活回一个好人。他知道许正清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洛神，而是洛神背后的国宝文物，所以他既想破坏许正清的计划，又想保护你，让你不被牵扯其中，深受其害，于是才做了如此艰难的决定。别纠结这些事儿了，都过去了。斯人已去，活着的人生活还得继续。你还年轻，得往前看。所以我也该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。你出院的时候，我就不在了。走了。你父亲曾经一直想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里，多好。
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我来的太晚了。文杰，快上课了，一起走吧。嗯，哎，等一下。嗯。